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能清晰的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美好的周末，咱们又开启了。周六的早上，你是否已经起床了呢？各位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准备好咱们的绘画工具。今天咱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完成的这张作品呢，相对来说呢比较轻旷，是吧？美好的周末，早上好，早上好！夏日清河，飘雪的春天，还有落霞孤鹜，月上星音小姐姐，云上不可测。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周末愉快啊！工具材料准备起来，一会儿咱们就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啊！梦之翼，喵小七，又听到了咱们熟悉的声音了，各位新老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如果没有吃早餐，可以来点大白兔，可以来点大白兔，让我们的这个早晨啊更加的这个什么甜蜜一点点。赖在床上不想起的话，赖床是我们对周末的基本的尊重啊，所以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月上有没有可能是个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工具材料准备好了啊。还有几分钟，5分钟咱们就要开播了啊，就要开始上课了，开始上课了。与众不同的声音是吗？那你可得好好听课了啊！一会儿尽可能拿出工具材料呢，跟我一起来画一画，好不好？好，先进入咱们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呢，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个关注，以后每次直播呢都会提前的给大家，都会自动的提醒哈。如果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可以成为咱们的团宠，成为咱们这个粉丝团的一名成员，是吧？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呢，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提前1天都会给大家预告的啊。今天画什么？今天画山水啊！这张山水呢是陈少梅的作品，来带我们的小伙伴来瞄一眼、搂一眼啊！好，这张山水大家伙看到之后有没有信心啊？欢迎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啊！头像旁边呢还有黄色的粉丝灯牌。那么你可以点亮它，也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哦。何韵上次买的大白兔是还没有收到是吧？回头呢看一下客服，或者说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或者说跟那个物流呢交流一下。快乐的妮妮，风月可测，山水风云可测，鸡头笔友嘛。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就最基础的一些绘画的工具材料，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小黄车有了吗？小黄车已经有了吗？好，如果申请进群的话，大家呢可以申请进咱们的第多少群了？第13群哈，前面的群都满了，满了的话就不要申请了哈，满了呢你申请呢可能没多大用，对不对？有了是吧？看似简单，实则不好画。把它想得简单一点，你就可以好画一些了啊！这张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复杂，而是上点生宣纸吧。这个小伙伴已经迫不及待了啊！慢慢来啊，比较适合的都在我们陆续的更新当中。来一首 happy 的音乐吧，一会儿我们就要正式的开播了。
好嘞，还没有起床的小伙伴是吧？抓紧时间动动手，点点手指头，是吧？双击屏幕，戳戳戳，使劲戳它，然后点点赞，点点赞啊！广播体操赶紧的做起来哈。老师手都点麻了，劳逸结合。我们一会儿还要画画呢啊，要劳逸结合啊，别一下子一会儿太用劲儿，这手呢都发抖啊，发抖了画我们今天这张画还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以后画一个让你的手脚都可以抖起来的画啊，最近有小伙伴说，老师你带我们画点4尺的吧，横幅的，对不对？那不知道得画多少节是吧？得画好几次，估计才能画完。好嘞，新进入咱们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加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会自动的给大家提醒我们每次直播的一个状态，好不好？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阅读和工具清单，提前一天给大家预告啊，所以方便大家来直接的跟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课程，跟我们的直播绘画，好吧？横过来就行了，我就是阿派了。用的什么笔？可以用狼好，今天的这张案例可以用狼好啊。哎呀，咱们到点了。好嘞。好，各位小伙伴，咱们要开始了啊，正式的开始了。希望大家工具材料都准备好了，我把音乐先关一下哈。好的，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易斗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也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的大周末的早上是吧，勇敢的起床来和我们呢一起挑战这幅啊心旷的山水作品。那这张画呢，依然是陈少梅先生的他的一张叫《秦峦明鹤图》。那这张画是非常清旷恬淡的，一位高士呢席地而坐，眺望远端的远山以及云端的一个景象。那么以枯树和我们这种斑驳的岩石和这种遒劲的这个树木作为画面主要的一个内容来刻画。那这个画呢，它还是以手宣的方式啊，手宣的纸张材料来表现，用的是我们的大概30厘米吧，因为你比如说用的那是4尺4开的这个卡纸，33×65的卡纸呢也没有关系，回过头来你可以把那个边儿给它裁掉啊，用咱们的手宣把这张画呢给它画出来，好不好？在刻画的时候呢，注意一下线条的表现。同时在皴擦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这个岩石的这种节奏或者说它的过渡的关系啊更自然一点点。我们现在可以闭一只眼睛啊，虽然你可能还没有睡醒，现在还可以让你再闭一只眼睛，瞄一眼啊，搂一眼，看看这张画里边墨色最重的地方在哪儿？是不是就在这棵松树它的底部这一块，还有呢它的叶片包括这位高士它的屁股下面这一块的石头，对吧？好，那么就是这一块的墨色相对浓重一点，其他的都比较虚淡。闭一只眼睛哈，你要闭着眼睛，一会儿又睡过去了啊，是吧？浩渺的一位高士单溺于这种烟云浩渺的一种景象，这是我们时常的去刻画的一个景象啊。以勾线的方式来塑造松针啊，还是车轮形的感觉。然后当然它的造型呢，诗枝呢比较丰富，这是有南宋这种绘画的风貌，是吧？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空间的留白是吧？通过留白来映成一种意象。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对，首宣啊。好，我们调转镜头，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喽，准备好。好的，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我的双手，来敲2个数字5啊！我们要正式的开始了啊！首宣式的，它过渡比较好，用首宣的方式来进行，好吧？好，我们现在呢就大家一起来画一画。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笔，最开始我们用的是一支狼毫，笔，大家可以看到哈，一支小号的狼毫，然后你或者用咱们的小青花或者小的尖毫笔也是可以的哈，不要用羊毫，羊毫你表现不出这么铿锵扎实的这种感觉的线条除非咱们用的很熟悉，对这个笔。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就开始大家一起来勾勒和塑造一下。画完，如果今天时间比较早，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画点什么挂历，是吧？画点挂历啊，根据一会儿我们的时间情况来决定，好不好？好嘞，咱们把这个纸张呢稍微的挪一挪啊，把镜头稍微推进一点点哈。好嘞，生熟都有它过渡好的地方啊，以后你自己熟悉了之后，发现其实都差不多各有各的这种不同的效果的呈现。好，我们先来确定一下这个，我们得先定一个大体的中心的点，方便我们一会儿去确定它的位置啊，确定它的位置关系。好，先在咱们的笔洗里边把毛笔浸湿啊，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精致的填笔的一个神器啊，是吧？半透明的磨砂状的一个神器，用咱们的毛笔的笔尖蘸取点浓重的墨色，微微的调和，可以用它一会儿来填咱们的笔，是吧？给它去锋，小巧而精致的，像有一点点像某些男生用的这个烟灰缸，是吧？好，咱们用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拿出咱们的试笔的纸，吸吸毛笔的笔肚，在咱们整个画面的中心点上，你通过你自己的观察，把我们左侧这个案例图的这个十字线交叉的点呢，给它大体确定出来啊，好，早上好。来，我们确定好了这个点了，对吧？然后接下来咱呢就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勾勒和皴擦塑造了。确定了之后，画面就被分割成了4个等份，对吧？在你的心理印象里边，它已经有了。好，所以我们由左往右开始进行。大家记住，首宣尽量不要折，是吧？不要这样去给它折一个狠狠的，给它压的特别平实，像这样，是吧？生宣是可以的，首宣千万不要这样。首宣这样的话，画儿呢就容易被折损了就容易漏繁。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用比较浓重的墨色，我们开始大家来勾勒这块岩石了。第一块岩石，我们在勾勒和塑造的时候呢，它墨色不是很重，先定一下它的位置在哪儿，位于整个画面横着的中心线，是吧？以下再一半横着中心线以下再一半，这是我们画的这个底部的这块岩石嘛。大约从左侧往右边数多少是我们的一个大白兔的距离，大白兔的距离这就确定了我们画的第一块岩石的最高的最前方的那撮的造型的结构。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和画画的啊。用的是首宣。好，位置确定好了吧？位置确定好了之后，来我们放大一点镜头，没有开心果了是吗？开心果应该是有的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好，然后我们开始来勾勒这个岩石的轮廓岩石的这个造型，来把它给皴擦一下。从上往下
是吧？把这个轮廓造型呢给它勾勒的再形象一些。上面呢粗犷是吧？往下走，往下走，它就会更加的浅淡，更加浅淡，虚或者说细一点点。你还可以添加一些造型的结构嘛。水分控制好了之后，对吧？再往右侧，好，勾勒用线的时候沉稳扎实，明确一点点啊。有很多小伙伴是吧？看到这种枯涩的笔啊，我用不出来，用不出来没关系。你先把这种岩石结构和造型关系呢给表现出来。等等，你先去买颗小白兔，明明是大白兔啊，你用的是小号的这个小红毛，或者是小号的狼毫啊。好，然后我们再往上方走啊，再往上方走，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适当的去皴擦一下，在交叠的地方是吧？哎，我们呢给它重复的笔触。枯涩一点的笔触，或者是淡一点的墨色，给它皴擦出来，才准备起床。生活太美了哈！好，然后再从它的左侧啊，从上往下拾起虚收一些，拾起虚收一些，然后稍微的啊往后面呢去给它勾勒一块造型，岩石的造型结构嘛。如果你的这个造型的结构交叠的结构关系呢，把握的不太清晰，那么你可能很难塑造出符合我们自己需要的一种画面。就是你得心里边对这个造型呢，熟悉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呢再往后方走啊，再往后方走啊。啊，我们可以勾勒一下它这个山顶上方啊，山顶上方啊，把这块岩石的从它右上角，从它中间吧，啊，我们再勾勒一块石头轮廓。好，它的墨色可以相对浓重一点。我们新用笔呢，它是成分扎实一些的啊。这张画我想大家伙都可以尝试感受哈，都可以尝试感受。一个是呢，它是熟宣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画的这个内容啊，没有特别的多啊，没有昨天那张多是吧？我们大好的周末就想让大家放松一点，是吧？好，这个离纸张多远的距离？第一块前面这块岩石是横着中心线到纸张底部一半的距离，对不对？然后离纸张的左侧边缘多宽呢？一个大白兔的距离啊，大致的距离就是这样。好，现在你可以大概比一比，可以比一下啊，跟上了吗？这一块啊，跟上了，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往后方啊，再往后方去点，再往后方去加一加。好嘞，然后我们呢再往右边往它上方嘛去进一步的去丰富。你把岩石的结构关系给找准确了，再往下方走呢就会更加的轻松一些。习惯了几个手指是吧？哎，4个手指，离纸张的底部4个手指啊，间隔呢1指多啊，间隔1指多。好，这个时候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到这儿，然后再从它右侧边角哈，大约画个1指左右的小的石头。这块墨色呢，它都是不是那么的重的哈，都是头重脚轻，对吧？顶部偏浓偏实一些。根据这种结构线稍微的带一带就好。练钢琴的这个指法，快速点赞了6000多票，这小伙伴这个太热情了啊！感谢。好，来，然后我们继续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来给它稍微的皴擦的，带上一些笔触。这笔触用笔都是很明确的，只不过墨色它比较干涩。用笔它是很有力量的吧。好，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前方也是一样哈，前方我们也要来一些这种不经意的这种笔触，就是它是点出来的，让这种留白的地方它也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空，是吧？它是有一些塑造的。
最喜欢老师笔下的山水，对吧？可是又最怕山水画了。你放松一点点，这些画你都可以画得出来啊。你最需要害怕的就是你害怕的本身。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吧？啊，你大胆的拿笔上手来画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再往左边是吧？再往左边走的话，我们来适当的去给它勾勒出它的这个山峰的这处的山包。好，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后方也可以稍微的来上一些啊，稍微的来上一点儿啊，穿插出我们这个岩石的这个造型。现在用声宣跟着画，那这个自己跟着实际情况做一定的调整，好不好？然后我们大致把这个岩石的这个前后啊，或者穿插的这个厚重感呢带了带，对吧？然后呢，后方是吧？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给它刻画的。前方大致这一处交叠的位置呢，我们需要给它穿插的相对厚重。当然，我们还是以淡墨的方式带的啊，淡墨的方式。然后我们再往后方去画的话，我们就要画后面这个大的轮廓了啊。这块如果跟上了，敲个数字1啊，跟上了咱敲个数字1，然后我们以浓重的墨色往后边来。如果实在没跟上，早上你实在起不来，你真的想躺着卧游一下，好，你正在躺着呢，正在看的啊，小伙伴回过头来啊，你可以考虑看咱们回放，慢慢来啊。等你这个什么，心情渐好，已经睡醒是吧？伸完懒腰。那么吃完早餐啊，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好，我们的回放呢也已经上线了。好，然后再从它上方画到最高的点，画到哪儿？也就是我们确定一下哈，我们现在要画的是最浓重的那根墨色的线，也就是那位老叟他坐在下边那块岩石的这个边角轮廓了，都跟上了对吧？好，稍微退远一点，我们现在来比一比大体的位置，它在哪儿？位于整个画面，我们说横着的中心线，大致横着中心线在这儿嘛，然后在它以下至少保持2指这么一个宽度，所以这块岩石最高点也就大概画到这儿啊。然后离咱们这个画面什么位置呢？位于竖着的中心线到纸张的左侧啊一半偏右，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前方这块岩石最高的点啊，它在竖着的中心线。左边竖的中心嘛，偏右，大约3指左右。好，这个大家都理解了，对吧？表达的应该是比较直观理解的。对，回放呢以山水为主，100最少呢120幅的这个山水的案例，再加我们赠送基础的技法教程，让我们的小伙伴是吧？即便是零基础小伙伴也能跟得上啊，去了解和学习。永久的观看权限哦。好，然后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吧？也在大概年前吧，我们的入群的小伙伴，我们呢都还可以在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年了，对吧？跨年了啊，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点作业，好，然后从上往下，适当的去给它交叠、勾勒一下它的这个造型和轮廓。好，你在用笔的时候，你看我们行笔有的时候沉闷一点，是吧？顿笔，让这个笔锋调整过来。终于找到老师了。好，来点淡墨啊，来点淡墨，淡淡的墨色，我们把这个画面的顶部用淡一点的墨色把它给它穿插出来。然后在这个岩石结构交叠的地方，对吧？它们之间呢，我们得需要来一点细节，小的大小间搭着嘛，是吧？有整啊，有碎，有大有小。好，然后呢，适当的去皴一皴啊，适当穿插一下。
每天都签到，嗨，保持的这个习惯呢还是挺好的啊。好，用淡一点的墨，我们继续来画它的后方啊，后方的这个岩石的造型，一块浑整的这个岩石，如果中间我们不去给它再去找一找一些内部的结构，可能很难，可能很难去给它体现出这种这个叫什么？体现出它的这种丰富和层次来。好，再把这个边角是吧，给它丰富的穿插出来。好，底部也是一样啊，底部也是一样。好，上方这块儿上方呢，给它是皴的比较多的。你看我皴的笔触没有特别的复杂，对不对？就是横向的把笔点压上去，从前往后，从前面交叠的往后啊，去给它皴擦的过渡的再自然一点点。好嘞，然后再从上往下呀，把底部这块儿右侧皴的墨色呢，相对轮廓线它要淡一些，对不对？好，但中间的这些结构线的它们的衔接或者融合呢，还是比较自然的，不能差别区分的过大，区分的过大就不太好了。好了啊，咱们这块的画面的整个视觉的效果，这块的岩石的厚重感，基本上就给它塑造出来了。我感觉这张画一会儿画的太早啊，就会完成了啊。后面这座山多大？我们刚确定的最高的点大约位于整个画面横着的中心线以下2指，就是后面这块岩石，这是它最高的点。然后呢，最右侧它画到哪儿？位于整个竖着的中线到整个纸张左侧，一半的竖着中线靠右啊，靠右，大约画到一半吧。竖着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左侧的边缘一半，这是它最宽的地方。好，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啊，加关注不迷路啊。以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好，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好，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就全线进入我们粉丝群，在我们群内每天呢还可以进入这个，还可以给大家提前一天来预告我们相应的工具清单。好，这块岩石大家画出来了没有？好，画出来了，咱们呢就继续往前方走了，往前方走了。好，继续喽。然后左边不是还有一些细碎的小石块吗？这个画面最需要你刻画的就是这块石头，然后后面的呢都比较容易往前走了。关注需要天天点吗？不需要，但是每天会有新的小伙伴的加入，我们只是提醒新加入的小伙伴啊，你已经关注了就不需要了啊。来，我们呢再往后边走啊，再往后边走。右边画的岩石呢比较浑整，那么在左边画的这个石头呢，它就要比较这个细碎小一点点，让它在它的后方，然后再来给它叠加一层。好，然后我们呢再往上方走。
好，在前后交叠这块稍微的皴一皴，稍微的皴擦一下。这块比较细密而繁复啊，如果你用生宣去画的话，那就要注意水分了哈。啊，这块都是以枯色的笔呢，枯色的笔比较多，给自己点出去了，稍微注意注意啊。然后我们在这个顶部啊，给它加一加，皴擦一下墨色。皴过的地方啊，尤其是被交叠的地方，那块的墨色不能太轻啊，相对浓重一点。左右两侧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对比开。好，这是我们画第一块岩石啊，跟上了，咱们敲个一。接下来我们要往后边走了。美好的周末，我们画的这张画轻松不轻松？啊，轻松不轻松？一会儿可以，我们看看带大家画一个这个峨眉金顶的一个景象。哎，大家伙儿去过没有啊？昨天晚上看到那张画呢，突然想到，哎，可以带大家我们一起来画一画。什么是横着插，什么是竖着插，你都可以。你比如说，你看这个造型嘛，你看它这个这个安利嘛，安利这个横向的，你就横向的去插，因为它都有横向的这种结构。你比如说边缘有这种倾斜的，它也有横着的，它也有斜着的，那你就跟着它这个角度去走就行了。好嘞，这个小伙伴问的问题挺好的啊，挺好的。好，来，我们呢再来一点浓重的墨色啊，抬点，点到咱们岩石结构转折啊，结构线上方是吧？然后在这个它点的胎点呢，都不是特别的密集啊，不是特别密集。上方右侧，然后再往右边来，是吧？山顶交叠的地方都容易有一些胎点。这胎点墨色相对比较跳跃，来增强一点画面的一种浓淡的节奏和疏密的关系啊，疏密的关系。好嘞，好嘞，继续啊。好，然后我们再来，这张错了，用了声线，没关系，没有关系啊，继续把它坚持的画下来。这个呢，也不一定说用了声宣就一定有问题，只不过呢，它呈现效果可能没有这个手宣这么的细致。好，第一块岩石我们就先画到这儿了啊，咱们就不墨迹了啊，继续往后面走啊。早上好，好，点赞点起来吧啊，看样子你得来晚了。来，我们继续往后边来啊，往后边来，我们可以把后边的这个斜坡先给它勾勒出来，勾勒出来之后，我们呢再来画下方的这个它的这个棱角岩石啊。好，我们画这个斜坡的时候是吧，在这个最高的点从上往下，啊，它是由上往下的，然后适当的波折一下啊，好，然后我们稍微的勾勒出它的一定的宽度啊，转折呢还是要方硬一些哦。好，转折，然后适当的在这个用一点点浓重的墨色，在这个焦点转折的地方啊，转折地方。
上方它的这个造型呢，或者线条比较流畅，底部呢它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叫什么清晰了，它线条要粗犷，而且呢，它最终要和我们皴擦的墨色相互的融合的比较多啊，融合的比较多。好，然后比如说在它这一块的边角，我们可以给它勾勒出一些造型。好，来点淡墨。坐在车里看直播，好，只要不开车就可以。好，来把前后交叠，然后呢，从上往下前后遮挡的位置呢，适当的去皴一皴。底部也是一样，是吧？根据岩石结构，我们给它皴擦的过渡好。但这块墨色不用特别浓重啊，不用特别浓重。好，我们适当的用一点浓重的墨色，把这个底部的岩石的造型是吧，给它勾勒出来。这张画里边是吧，墨色最深的地方无非也就在这儿了嘛，是吧？好，再往底部走，再往底部走。记住，下面虽然我们墨色浓重，但是皴擦过渡它还是比较自然，它不会说让这个画，不会说让这个画面呢，它看起来完全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看起来完全这个细碎的，它是要比较平整的哈，是要比较平整的。好，早上好，好，现在起来，如果还手上方便，那么就跟着我一起来画一画，好吧？好嘞，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啊，继续暗部交叠的地方是吧？皴擦出墨色来。这个时候皴的墨色，你比如说偏块一点、曲线一点都不影响，就是皴完里边的墨色，它不能显得这个什么太过于留白的白点呢太多，是吧？好，枯涩一点的笔。好，皴擦出来，再从上往下。OK，还是原色好看。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的这个轮廓的造型，是吧？好，等它干一点点呢，我们还可以再用淡一点的墨色给它衔接过渡。好，最右侧的边缘，它还有一个比较造型比较明显的这个轮廓吧，我们要给它勾勒出来哈，给它勾勒出来。好，在它边边角角边角。好，墨色可以相对的跳跃一些。拿一个碟子专门用来舔墨或者调和咱们的墨色，把笔锋有的时候画的这个它有点凸了，或者说这个散开了，我们就要用点水，用点墨啊，给它填一填背一背啊就可以了。好，这是最底部这一块儿。你皴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比如说哪儿需要再强调，你就在那儿稍微的加点重墨，是吧？丰富一下这个画面。如果说这个画看起来太过于单一，或者说太平了，效果呢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特别好。
好了，然后上方皴擦出来，然后后方也是交叠的位置。虽然是擦，但是笔触它还是相对的有一些，不是完全的就是大块的那种哈，融在一起。含混是墨色对比不是那么清晰，但是里边它是要有造型在里边的啊，有造型之后画面呢，它才能显得更加的扎实沉稳。我们的时间跟内地不太一样，总赶不上，有回放吗？好，有回放的啊，我看看，应该在咱们的屏幕上方。这个回放呢是咱们永久观看的权限啊。永久的观看权限在咱们的这个画面上面给它已经好，现在应该是展示出来了，对吧？有一个有没有啊？一个红色的咱们的一个小的一个图啊，这就是我们的回放的课程，永久观看的权限哦。是的，小黄车的1号链接。好，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后帮助我们是吧？有小伙伴上课，这个比如时间不太方便，像这个可能在外地对吧？或者甚至在海外的小伙伴，那么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啊，实际来做出如何相应的调整，做到相应的调整，哪里不会点哪里，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就好。来一点点淡墨，来一点点淡墨。来一点点淡墨，把我们的这个岩石从上往下，是吧？从这个交叠的结构线，从上往下，是吧？我们以淡墨的方式，给它皴擦出来。皴擦出来。好嘞，这一块呢，我们大致画到这儿。这一块首先整个它这个后面这一块墨色，它要整体统一，然后最后是什么？我们再来把这种对比，你把这个大体的墨色的墨块关系呢区分出来之后，再去强调这种浓重的墨色，然后适当的去给它做一些过渡，对不对？要先皴出区分的关系之后啊，再去给它进行过渡，然后去强调浓重的墨，再用淡墨去染。一般呢也就这几遍。好，这块跟上啊，跟上了，敲个数字1。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你们说先画点景的人儿，还是先画咱们的树？每次都迟到半个小时啊？为什么呢？大周末的是吧？赖床了。来喝个水，等等大家。好了，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点浓重的胎点，浓重一点的胎点啊，浓重的胎点点在咱们岩石的这个上方。好，浓重的墨色点在岩石结构转折或者轮廓的线上面。好，来了，好，先画人是吧？没有看到小黄车，应该有，就屏幕下方就有一个，就咱们直播的画面的屏幕下方。来，我们开始大家画了一个点景的人物了，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哦，拿出我们的小红毛或者勾线笔，好不好？小红毛或者勾线笔。我们来开始，大家一起来勾勒它大体的位置。我们先确定一下大体的位置呢。我们从整个纸张左侧往右数，你至少拿出一个颜料管或者一个大白兔的距离，对不对？来画它，
也就在2块岩石交叠的凹陷的上方对出去。这个人呢，其实比较大一点点。之前我们画的那些点景人物可能就忒小了点，都看不清。结构性加强立体感嘛，是加强他们的造型的关系。你的造型，你的皴擦塑造，你是要附着在这个造型上方的，而不是说我们仅仅是随意的去皴随意的皴。来，我们首先大概这个人画多高啊？我们大概画2到3指这么一个高度啊，在这个岩石的上方，是吧？大概确定好它的最高的点在这里。然后在勾勒的时候呢，头部它比较重，是吧？它是裹了一块头巾的，是不是？好像是裹了一块头巾，我们大概的给它勾勒一点点，勾了一个小包包。然后呢，在下方是吧，滋了开，下方滋了开，从上往下，把这个面部勾一个右括号，在它左侧呢暗部的地方，加了一点点浓重的墨，有点像头发辫儿一样，好，然后再从上往下，给它把肩膀上的线条给它勾勒出来。这个人的面部不需要你去过多的去给它刻画，大概有了就行了。然后再把它右侧它勾勒的这个后背，勾勒的后背，我们来给它带出来。好，围绕着顺着它下巴这一块是吧？就把对着它下巴这一块，就把这个肩膀和衣纹的线条，对，就给它画出来喽。然后呢，袖子或手臂它有一定的宽度，对吧？但手臂要窄，后背呢相对的要宽一些，对吧？后背。然后呢，它是盘腿而坐，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腿，对吧？给它加到这儿。好，袖子，古人的那是宽袍大袖，他们的服饰，所以古人在表现的时候呢，他们的人物啊，对不对？它更多的是以线条为主去表现，因为他们的这种服饰啊，或者说大致的一种造型，可以通过线条的方式来体现出来。好，屁股下面有一些小的小线条，是吧？蹲坐在地上，然后后边可能还有一个袖子的感觉。好，微微的带一带，大致的一个人的造型就出来了。不需要去给他画这个人物的面部、五官之类的，你实在想画，点一个点，点一个点在那儿就可以了。画一堆小鸡，好，我们就画一个大体的人物，是吧？一位高深的浩渺的端望远山就可以了。他似乎在前面是不是有一点点有点小胡须，是不是？山羊胡高士啊。然后呢，好像是拿那个手在这个地方挨着他的胡须的，可以稍微来一点撩须的老叟这么一个形象，这是智慧的象征。再放大一点儿，胡须你稍微让墨色重一点点嘛，重一点点就行。喜欢山水的人不用画五官可以简单点儿偷懒一点儿。好，我们呢先画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呢要把旁边的岩石给它勾勒出来了哈。
我们现在不需要着急给它着色。好，依旧拿出我们的这个刚刚用的这个笔，用的这个春擦的笔。来从它的左边，以淡墨的方式是吧，把它给点出来。以淡墨的方式从左侧，注意左右之间呢，它能够差不多衔接的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山顶的在它左侧边角是吧？为了让这个画面平衡，在左侧它的造型呢，还有一块石头。好，然后再从上往下。好了，顶面和侧面的关系区分开。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顺着它这种前后的交叠或者块面，适当用淡墨去擦一下，擦这种笔触，你看它不一定要特别清晰，但是它会适当的有点笔痕在上啊，稍微有点笔痕在上。屁股画的那么形象，好，然后呢，从前后交叠这一块儿，稍微的给它把左右之间或上下这个地方交叠的地方是吧，擦的呢更加的肯定明确一些。这是这个小伙伴的问题问的我都想笑了。好，给它擦出来啊，把底部是稍微的平整的擦的厚重一些，顶部你微微的可以来一两笔是吧？不一定要特别的明显，稍微的来两笔区分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右侧的边角这一块是吧？你横向的再稍微的点上一些点，稍微点上一些点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我们就先不管了哈，这是左侧，我们先不管了。我们再往右边走再往右边去画的时候，我们就要画这个树了啊。这块树画完，我们其实这张画就差不多完了。啊，昨天给大家画累着了，我也看见好多小伙伴说啊，老师你怎么不让2节课来画，是吧？2节课呢又太久了点儿。来，我们呢稍微的用一点浓重的墨啊，来勾勒咱们的这个线条了哈。好，用我们这个甜笔的这个碟子。啊，这个精致的小碟子呢，也放到了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啊，随手来一个小摆件是吧？在这个上面呢，背咱们的笔，浓重的墨色，我们来勾勒这个树木的这种枝干的线条。其实通过这个碟子，你可以大致的区分出你的墨色的这个层次。你看，而且它这个也不是特别深啊，水分你也容易把控，来，我们大致在整个竖着的中心线，就是十字交叉的这个点，是吧？左上方是吧？大约离竖着中心线嘛，靠左啊3指左右，竖着中心线3指左右啊。然后大约最高的点在哪儿？大约你这棵树可以画到整个画面的上方的一半，就是横着中线到纸张的边缘一半的位置。但我可能画的靠下一点，因为上面还有点松针，是吧？还有点松针。好，大致确定了，这是主干的树梢部分啊。左侧呢还要加点什么树枝之类的。这碟子好看是吧？好，推进一点儿，来，我们要开始带大家动手了。
好，上方我们先把左边的这根线给它确定出来啊。用比较精细而且流畅、肯定一点的笔触，双勾咱们的这个轮廓和造型啊。好，然后再往后边走。好，由细到粗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在这个中间，在这个树梢是吧？这一块的小细线呢，我们就先给它大致加到这儿，然后再来给它勾勒主干的位置。往左边走。好，长长短短的这样线条，哎，大致的给它勾勒出来了。太通透了，是吧？陪你摸鱼，周末了，陪大家休闲休闲。所以我们今天画这张画是比较轻松的。来，把它这个交叠的关系拉出来。勾的这些线呢，墨色都比较重，线条比较流畅啊，线条比较流畅。这个树的姿态是不是它比较丰富啊？平常我们可能画的一些树呢，它相对简约一些，对吧？比较一下，通过大白图比较一下，画了多长啊？周末了，你要真不想起床吃饭，来一个大白图还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我有的时候就这样干。来，我们呢再往这个它的右侧，我们来稍微的加点汁，是吧？加点汁。好，兼顾线条的这种粗细的变化哟，啊，兼顾这种线条的粗细变化。整个勾线呢，它都是比较扎实的哈。这种勾线的方式呢，跟我们说的南宋的这种绘画呢，宋代的这种绘画很像。因为这个画家早年是吧，小的时候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研习这种宋画古画。因为当时他的父亲经商是吧，在就今天北京一带，可以呢接触到很多的一些文人古迹是吧？所以呢，他的学习条件呢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年少成名，就有这么有才气是吧？还是有一些相应的条件支撑。好，然后从上往下来一点儿，大概把这几个树枝勾勒出来了，然后给它接回来，要把这个树枝的姿态呢给它接回来。好，有些线条它比较波折啊，有的呢它要比较流畅，波折呢也是靠自己去顿笔啊，去顿笔。
虽然这块树干它会被遮挡住一部分，但是它会什么？呃，树干还是连续起来的，前面它的叶片给这挡住了嘛。就这个就是普通的手旋，普通的手旋。这个我用的这个宣纸呢，就是手旋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没给大家推荐，没给大家推荐这个宣纸。然后来点淡墨，稍微淡一点的墨色，把咱们整个右侧的一个树枝给它再体现出来，整个右侧的树枝。好，右侧这个树枝呢，它比较长，是吧？当然用线也是比较流畅的。好，双钩造型，回过来。好，这些枝呢，大概加到这儿，一会儿方便我们去添加松针。有这么一些枝的存在就够了。用的是小号的狼毫，小号狼毫，在咱们这个小黄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狼毫的一个链接，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我看看在哪个链接，我看能不能给它挑出来。一吻勾线，没放在上面。好，在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这款里边就有我们的狼毫啊，小的这个狼毫呢，它只不过是蓝竹的形式，它相对来说要粗一些，画大一点的画，当然笔锋聚起来其实都是可以的。好，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右下角转折这里，我们呢可以给它稍微的提示一下。好，刚刚给大家说的笔呢，在屏幕上应该已经弹出来了，对不对？啊，你可以看一看。松树一共多大？一共多大？这个问题我该怎么来回答？好，在树干边角，你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些苔点，稍微的点上一些苔点，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它的树干我们的墨色可以稍微的淡一丢丢啊，淡一丢丢。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如果没有点关注呢，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那么如果你点了关注呢，可以点这个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在我们的群内呢，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一天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树枝是吧，给它带出来。好，我们把这两棵树是吧，要让它稍微的衔接衔接。树的根部呢相对粗一点，稍微的粗一点。可以把屏幕放倒，把屏幕放倒，屏幕放倒，然后就可以看得到。该手机都有这种设置。好，中间可以虚一点，不一定要完全接上啊。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这个墨色一会儿覆盖掉。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个最突出的那棵树，大家画完了吗？
多么妖娆的一棵树，对吧？现在婀娜跳舞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先把这个什么松针呢、树皮是吧？树皮在这种转折地方稍微的点上一些点，树皮稍微点上一点点，然后啊，我们稍微的用淡一点的墨色，淡一点的墨色，然后去给它皴擦。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笔触连贯，当然也会有一些是点出来的笔触，没有皴的特别多哈，皴的墨色都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枯涩一点的笔触去点出来，包括树的根部这一块是吧？然后我们以浓重的墨色把咱的这个树的底部是吧，给它加出来。轮廓线有的地方可以稍微的跳跃一些。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家来勾勒咱们的这个松针了。拿出我们的，比如说小号的小红毛，再用小红毛也可以。弯弯曲曲的太难画了。然后要是这张画都一点细节都没有，可能也没有耐看的地方。用比较浓重的墨色，我们开始来勾勒这个它的这个松针了哈，位于这一侧，从由外向内，由外向内。好，把这种精细的线条给它勾勒出一个圆浑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像一个车轮形的这个松针的造型。好，边角这中间呢，再来。线条尽量流畅一些啊，然后墨色浓重一点，因为这个画当中最浓的墨色也就是这些松针了，这棵树上面嘛。像针扎的一样。小红毛是狼毫做的，黄鼠狼的毛做的。然后这个毛笔呢，它还不能这个什么，就是我们在很多小伙伴在用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忘了洗是吧，印成一块，第二天用的时候呢才发现。还有的小伙伴呢就扔到这个笔洗里边泡，泡一天，下次用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啊，这样的话对毛笔的损伤都比较大。这些小的习惯大家要注意哈，不然你买的笔啊没用多久啊不行了，哎，发现这就自己要稍微爱护一点点，每次用完呢及时的清洗，然后清洗之后清洗干净是吧？是比较干净了，没有太多墨了，至少相对水洗出来是清的了，那才合适嘛。每天都是首选吗？不是的呀，只有这2天咱们画的这个画家的作品呢，他是用了手宣的效果呈现的，所以我们也用手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用的都是生宣。明天咱们画的画也是生宣的方式。忘了笔洗毛，清洗毛都卷了是吧？这还有烫头的功能，你用的热水洗的吗？来，从上往下，在这种交叠的位置啊，都可以给它丰富起来。是每天都有吗？可能以后就是每周啊，我们定点。我们目前定的是每天上午9点，
9点，对吧？我们后面呢会固定下来，比如说每周周几周几周几，我们现在是哪天休息呢？临时给大家通知啊。现在是每天上午都有。好，逐步的丰富起来了，是不是天生卷毛？啊，在做毛笔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讲啊，这些毛笔呢，它都要通过石灰，一些工艺，是吧？去给它脱脂，然后呢，适当的去刮，然后呢，去泡，把这个毛笔做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呢，才会到你的手上啊。卷毛可能应该是不会的，它应该不是自来卷是吧？好，画松针的这块呢，也要有一点耐心啊。画松针其实也是提炼、训练大家用笔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勾了两笔，也不注重，你就是勾一个形儿，是吧？线条软乎乎的，然后呢，没有这种体验的粗细的变化，那你这个画的呢，它又显得太过于那个草率了一点是吧？世博云啊。好，然后我们再来从右侧走。好，再往右边高矮的错落。丰富起来。这个能不能横屏，一般都是跟你的设备有直接的关系哈。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课程能不能横屏，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设备支不支持这样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大家能够看直播的手机，我想都可以横屏。好，根据这种出值，我们再把前方丰富起来。好，再往右边走。好，从上往下。可以用这只小红毛，对。然后我们再往右下角走，右下角走，把这个根据出枝是吧？把我们的叶片呢画的更加的丰茂一点点。但叶片与叶片之间有很多小伙伴呢不敢交叠，以前比如说点的那种点的笔触是吧？这个笔触之间呢都用特别小的细碎的笔触来去点，这种呢都有一点点太过于小心了。是吧？适当的有一定的交叠遮挡，有大有小。当然，这个松针呢另当别论，你大小差不多都可以。但是，比如说点的一些点，你太过于雷同，是吧？而且稀疏，间隔的距离都一致，它容易显得呆板啊，容易显得呆板。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旁边啊，把这个松针的大致就要勾勒完整了。好，到这块转折的地方，我们也来给它挑点出来。再往这一侧走。
用的都是比较浓重的墨色，画的一个松针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啊，用比较浓一点的。好，大致我们把这个松针吧，就先画到这儿，然后旁边的一些小细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再去添加一些胎点，包括松针等等，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画旁边的一棵树了啊，画旁边这棵树了。这棵树呢，画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我们的下方，在这棵树的下方，也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我们从树梢部分呢，大致画起，大致画起。来喝口水，来，小伙伴们，干了这杯凉白开啊！啊，我这是热水，但不是凉白开。好的，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上往下，不，从下往上吧，大致把这个树的根部是吧带出来就可以了。好，再往上面双勾一些结构和轮廓。好，这个树木大体的造型姿态，给它画到这儿，然后再从右边走。把整个树的一个粗细的变化是吧，把握住。好，有长有短。出一个小枝，它这个姿态出的有点太过分了，长得不管从上往下，从下往上的都有。好，然后我们再把它边边角角的一些小枝点出来，就加叶片，然后加完后面就没了，所以你不用着急哈，我们能看到的就这么点细节。
好嘞，然后我们接下来用这个浓重的墨色，是吧？从上往下把这个胎点给它画出来，叶片给它画出来。顶部的胎点呢，它相对叶片吧，也依然用我们所说的那种芥子点的方式去给它点，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墨色，它是比较透的啊，比较透的。断断续续更画在干活儿，周末大家不轻松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像芥子点呢这种笔触，大概画出一棵树的姿态来，叶片的姿态。现在可能看起来比较浓重是吧？确实需要一些浓重的墨块儿。好，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树枝遮挡住一些，都是可以的，覆盖住嘛。包括中间的这个松树，它都要被前方的这棵树呢挡住一部分，而且叶片之间留白很少啊，留白很少，所以不要让它显得特别的碎啊。姿态呢很重要，把整个树的姿态看起来外在的轮廓形象松动自然一点儿，是最打紧的啊。这一侧最浓重，再往边角走，再往边缘走，它就要淡一点儿。啊，再往下边来的时候，把这个树干上方是吧，给它带一带，带出来。树干的左右两侧和底部这个出枝这块儿，它都有一些墨色呢，给它衔接到里边的，衔接到这个下方。边缘它不是特别的平整，中间呢不能画的过于细碎，就这么几个点啊，就这么几个点。好，边缘再来，叶片之间的连叠关系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适当的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大小的笔触哈，就是很多小伙伴我在点作业的时候发现哈，这个大家点的这个叶片呢，都是要么特别细小、特别精细的，为了把这个形态画准嘛，小心翼翼的，需要一些松动的笔触去概括哈，松动笔触去概括。当然，点作业是咱们啊，在我们的学浪学习群，也就是购买咱们回放课程之后啊，我们专属的服务，专属的服务，好吧？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啊，画的这一块，大家跟上了吗？啊，右侧再来点淡墨啊，再来点淡墨。浓重的墨点。好，然后再往上方走。OK，大致的一棵树的形象是吧？就画出来了。大致一棵树的形象就画出来了。对，我们用的就是手宣。好，画了半天了，有小伙伴说啊，才画这么点儿，是不是？好，这张画已经完成了80%了，你知道了吗？啊，所以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时候该细致一点的地方就细致一点，
有的小伙伴呢着急说画点大画是吧？可以放到家里边，还可以参展啊。一般我们画的这种习作呢，它参展呢，可能对于一些要求比较严苛的这种方式，这种展会呢，它可能要求的比较还要再高一些。我们课上画的呢，还是比较简约，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要入展的话，你肯定需要一些制作性，甚至于一些构思，是吧？反复的推敲和研磨，大家不可能都画一张画去入展，是不是？啊，我们呢可以就是带大家画一些比较，说从学习的角度也好，大家兴趣的角度也好，都比较合适的案例啊。大画呢，我们会尝试慢慢的画到，会尝试慢慢画到。好，稍微的来点胎点，浓重的胎点，点在岩石结构转折，是吧？这些地方，它不一定特别的跳跃哦，因为前方有墨色的，下课后再凭着记忆画，不用凭记忆了，有回放了，你可以慢慢的跟着回放画，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时间跟自由，空间、地点呢都不受限制啊。你可以去上班，你可以去搬砖，然后呢，回过头了晚上呢睡不着觉，你还可以继续来画一画。好，接下来我们来穿插一下远山啊，就可以开始着色了啊。好，来，我们来一点点淡淡的，用我们的这个小号的狼毫哈，依然是小号的狼毫，用淡墨的方式，我们来开始穿插。我们来点淡墨的方式啊，来点淡墨的方式，把这个远山的山头给它确定出来。这个山头大概多高啊？比我们的这个松针呢高个松树的最高的点高个2指左右，高个2指左右。然后这个山顶最高的点大概在哪儿？跟我们下方这块岩石啊，这个轮廓看好了，抬头抬头啊，来看一看，就在这个轮廓是吧？从上往下，好，来把这个轮廓呢大致给它勾勒出来了。好，来我们推进一点哈，推进一点点。把这个最高点确定出来之后，我们来把它的轮廓线，给它勾勒出来。勾勒出来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塑造它们。好，然后从上往下。山顶的造型勾勒出来之后，我们适当的根据它交叠的关系，是吧？可以适当的去穿插，在后方这一块墨色的比较淡。山顶的笔触啊，它最上方这些浓重的墨色啊，不是特别的清晰，是吧？比如说像擦出来，从上往下擦了之后，当然它也会带有一些小笔触。那这些笔触是什么？其实通过这种有的时候皴的时候呢，带一点是吧？虚里边含混当中带一点清晰的笔触，它就是暗示一点点结构的造型在里边。然后我们再从右侧。好，来一点淡墨。好，稍微的皴擦一下。山顶是不是就基本上给它带出来了？
这下你就不用担心说太慢了画不完了，是吧？啊，很快就完了。前方有一定的细节的地方，我们要细致一点；后方呢，它简括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概括一点。好，然后把这个清晰一点的笔触，带一带，细水长流，是的。好，然后再从上往下，是吧？由浓到淡，然后从左侧。好，大概的一个山峰的造型啊，还有一定的塑造，是吧？我们大概呢就给它塑造出来了。然后底部就是这个山顶远山的底部，我们还可以用淡墨，比如说微微的去衔接，尤其像这一侧，我看它里边有一些笔触是这个方向的，好，我们可以来一点儿，是吧？来一点儿。好的，欢迎我们的小伙伴的这个点赞和留言。好，我们把底部是吧，大致的穿插到这里，然后再往下边儿走的时候，衔接衔接。这块大家跟上了没有啊？这块有没有难度？好，现在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说，我们还可以给大家解答哈。后面就很快了，很快就可以着色了。山顶上方，松动的来一点笔点，点一些胎点。后面还有一层，那个得用颜色来染，用颜色来染，浓重一些。这个没啥难度吧？是的，但是呢，要把它画的精细到位，精细到位。难度呢，倒没有特别明显。然后在山顶上方是吧，有很多的墨点，当然这个墨点呢都是纵向的去点，不能点的散乱，而且呢又不能太过于跳跃。目前看起来墨色可能比较跳跃哈，干了之后，哎，它就会更加的融合。好，再往上方走。好了，山顶呢给它点到这里，然后右侧我们继续点，有高有矮，长短错落的点在咱们颜色的边角。好，这是山顶部分。打算等下课画到挂历上，一会儿挂历我们要重新画一个新的案例。好，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因为尺寸呢不太符合我们挂历的那种形式，是吧？我们呢就一会儿给它单独的画一个挂历吧。好，这个山峰啊就点到这儿了哈，就点到这里了。然后自己呢可以再去进一步的去丰富，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好，然后包括你回过头来时间方便，松针啊等等，都可以自己再去叠加一下。树干上稍微来一点小的点，小的点。好，退圆，退圆，退圆。
这就是我们花了1个半小时吧画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再往右侧走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造型，是吧？塑造的过程。从右边去画的时候呢，依然是用我们的这种淡墨，是吧？很淡的墨色，把轮廓先给它找出来。右边的山不画吗？你是最远处那个用颜色去染就可以，用颜色染就可以。好，我们在这个树的下方，树的下方，而松针里边呢有一个山包，是吧？好，然后呢稍微的皴一皴，上面实一些，下面淡一点。这一块呢其实就是看不太清有什么明显的笔触，或者说明显的这种山石的这种结构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个笔点，它就能概括出这种前后交叠的空间。啊，从上往下，好，再往右侧走。好嘞，然后我们再把顶部是吧，适当加重，浅淡浅淡。如果你用生圈去画的话，可能画不了这么精细。如果用生圈画，我们可能这张画早就画完了。用熟圈的话，我们要兼顾到它的这种细节的笔墨的这个呈现。因为熟圈它就是要展现出比较丰富的这种刻画的或者用笔的这种方式。好，从上再往下。好，衔接。好，这个山顶的造型是不是有了？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再往下方走，我们就用一些淡墨去衔接，给它过渡，用淡墨去衔接过渡，啊，这画呢它就会看起来更加丰富。上面的胎点我们等一等再点，上面胎点等一等再点。用半生熟可以吧？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用半生熟。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画家的画呢，它主要是以这种熟宣的方式。熟宣的方式呢来体现的。然后我们用一点淡的墨色哈，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墨色就不是这种擦的了哈，不是擦的了。这个时候就把基本的轮廓用水墨相对饱满一点的笔，水分饱满一点的笔，在右侧这块我们高矮起伏的一些山丘是吧？远山啊，远山，好，把它压平整了啊。这已经完成了90%了，完成了90%了，对不对？好，有一个山丘，当然我们下面呢不要让它画的这么的平整，山丘画出来，然后再来。好，来一支笔啊，用水笔的方式给它衔接过渡好。上面呢它是比较重的，下面呢比较虚，最好用白云笔啊，白云笔。白云的锋呢比较短，更容易把控一点啊，更容易把控一点。那这太慢了，那个痕迹没有染的特别开，并没有洗干净呢。
把那个底部啊用淡墨给它晕染开，用清水把底部给它晕染开。要晕不开就是蹭两笔啊。如果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这样水太干枯了是吧？啊，好，水太干枯了，你就稍微蹭一蹭，把这个底部不能让它有清晰的笔痕啊，就要让它过渡下去。如果后面再画的时候你的纸啊也漏反的话，你就先把底部，比如说先给它浸湿，你先把底部浸湿了，对吧？顶部我们再来点墨色，它底部就可以过渡的很好。你可以，比如像首选，你一般就像这样打湿了之后，你再去染，是吧？它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效果也是不错的。然后后边也一样，我们先把底部打湿吧。这就是教训，你看到没？笔没有洗干净，一笔下去有个痕迹。所以白云笔啊，要经常保持这个干净一点点啊，保持干净点。山顶呢明显一些，好，山顶明显一些。然后我们自己在画的时候也是这样，让这个画面的这个用的这个水笔清水笔，它一定是要相对干净啊，要让我们的这个画啊，它才能更加的这个出效果。染色之后再点太好吗？你干得了你就点，干不了你就先别点。好，我们现在用的笔呢，都在我们小黄车或者屏幕下方给它展示了一下啊，展示了一下。好，淡墨，然后把底部衔接好。好，笔呢洗干净了啊。好，水笔的水呢可以少一点点啊，可以少一点点。这首选是不是画不了云呢？这种云的方式表达方式呢不太一样，画肯定都能画。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都不知道。以后要多关注，你可以点开老师的这个每天晚上啊，你可以点开微信头像看看有没有发今天的这个预告啊，对不对？啊，有的小伙伴呢平常不看消息的话，就容易错过了。OK 啦，OK 啦，啊，包括刚刚有小伙伴说的这个远山，我们可以给它带出来，把远处的这个远山嘛，最远处的，把底部先给它浸湿了。记住哈，湿的情况下不要使劲去蹬你的纸，一蹬就破。啊，从下往上，对吧？这就是我们远山的这个大体的轮廓。啊，过渡自然一点点都可以。好了，这块大家画完了没有？我们要开始染色了啊！浅浅淡淡的染一点颜色，这张画我们就完成了啊，就完成了。跟上了吗？老师群里没有收到预告啊，学浪群吗？学浪群的话我们也会发，所有的群我们都会发。大家最好的是把这个抖音呢点开看一看啊，免得错过了，打算再买一套蓝竹啊，蓝竹我们正在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就这种竹节，大家可以看到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这种竹节呢，它是一节一节的，然后这种笔杆呢很有触感，是吧？它不是虽然不那么光滑，但用起来呢还是比较舒适啊。大家记住以后用这个毛笔的时候，先给它泡，比如说刚开始你买回去可能是这种硬的，对不对？你可以先泡散了之后，泡的同时大家泡2分钟，然后把笔呢这样压笔肚啊，不要这样硬搓啊，那样伤笔锋啊，压笔肚是吧？
好，然后你比如说想要看一下这个笔里边的这种毛的这个成分，是吧？把笔就这样压倒一点，你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这种狼羊结合啊，还是说全是狼毫啊，对不对？还有笔锋，它是不是平整的呀？对不对？有同学说，哎，是不是卷毛的？是不是自然卷，是吧？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屏幕上给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毛笔的套装是吧？蓝竹，当然刚刚用的是白云笔白云笔、大白云、小白云。好，这样去染的时候用白云笔呢是比较方便的哈。每次洗完尽量让笔锋聚锋，让这个笔锋聚在一块儿，下次呢用的时候它才更方便。好，如果你每次洗完笔，你如果方便，你可以拿这个卫生纸或者生宣纸稍微把水分吸一吸，对不对？然后把笔立起来或者放倒都可以的啊。最好不要说把那个笔呢都这样朝上这样插到笔筒里，对吧？如果你水太多，那样的话对笔的影响也比较大。画这种画一般开始都用狼毫。好，我们开始染色了啊！开始染色了。饿了吗？来颗大白兔吧。画这种画开始都用狼毫。来，我们拿出这个碟子来啊，拿出碟子来，上我们的这个颜色啊，上我们的颜色。好，春降万物，哎，还有点面包屑在上面啊。这是我们的玛丽牌的24色，我们只需要用到最简单的2种颜色就可以了，对吧？把花青拿出来，花青，可以呢用一点点咱们的石青啊，然后再拿一点赭石就够了。玛丽牌24色纯矿物质颜色，膏体呢更加细腻，然后我们在晕染的时候呢，它的杂质呢几乎是没有的，染出来的颜色它也会更加的通透啊。当然，如果你是初学的小白，也有12色的，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玛丽的12色是吧？好，那这个颜色呢，它是比较我们常见的了吧，对吧？比较常见的了，有回放的，回放呢在我们的这个也是在小黄车里边。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已经给大家安排了，第一个链接就是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调整到屏幕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来，用我们干净的毛笔，把这个赭石色先把它给什么，一点一点的给它什么融合开。好，回放呢是永久观看哦，永久观看至少120张完整案例，同时呢给大家赠送基础的技法教程。让我们的小伙伴都能够跟得上，画得出来，再也不用担心是吧？来晚了听不懂画不出来，不知道该如何入手。系统的基础技法教程呢，就是针对大家零基础的着手啊。曾经呢，有数万名学员呢，也跟着老师呢一起走过了解过基础的技法。来，我们呢用淡淡的这个赭石色，我们先把树干的地方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趁我们现在人少现在这个时间段进群的小伙伴，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点作业，是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语音点，语音点评。当然，一般来讲，我是晚上给大家点哈，晚上这个在群内呢，我会一一的给大家回复，所以着急的小伙伴呢，也不用那个太着急。然后还有呢，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发这个图，摸索一下好不好？就跟你是吧，某信发照片是一样的，好，把树干给它染出来。燕贝老师叫花鸟，对吧？下午他应该也直播。好，我们把这个树干呢给它稍微的染一染啊，树干稍微染一染。你们的听主说老师唱歌挺好，对吧？下次你让他唱一个，你说谁说的，谁就唱的是好。他不仅唱的好，而且还跳的好啊。好，用淡淡的赭石色把咱们的树干给染出来了。好嘞，然后我们再来把咱们的这个石坡
右侧这个石坡是吧？都用淡淡的墨色给它染出来。直播时间上午9点半，目前都是定的上午9点半啊，目前都定的上午9点半。然后我们，基本上哈，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每天在播，但是后面我们会，定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周几呀，是不是播？所以现在大家呢都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去看，可以去跟咱们的直播。但跟不了直播呢，咱们的回放也在屏幕的下方小黄车里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好，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的这个回放呢，它是永久观看权限的，你只下载，用你的这个抖音号下单之后下载学浪登录就可以看。好，下方的小树干也给它染出来。好嘞，然后点染出来。好，上方的远山，我们再来点淡淡的赭石，远山再来点淡淡的赭石色，从上往下，把这个山顶部分是吧，给它染出来，压着它，不让它跑了。整个山顶呢都用我们的赭石色，是吧？染出来了。好，底部我们用清水，是吧？我用一支干净的毛笔，然后把底部是吧，给它用淡淡的水笔是吧，晕染衔接开，然后我们再来处理前方的岩石。前方的岩石，我们可以用淡淡的赭石色走一遍，用赭石和我们的这个石青呢调和一下，赭石和石青调和一下，很透很淡的这个颜色去染我们前方的这块石头，就最前方那块石头，加点水。放点音乐是吗？我怕是一会儿音乐声太大了。好，染完之后，目前的效果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石青，对，就是3青。好，染出来，然后在这个平台上方是吧？平台上方，我们用这种石青，就或者是3青的颜色，稍微再明显一点点，我们去染这个平坡啊，就是这位老叟啊，他坐在地上的这个画面的颜色。颜色先淡一点哈，第一遍你的颜色你就像打底一样去染，然后后面呢，我们再逐渐去给它加重，或者说把它的层次呢画出来。好，我稍微的加重点啊，能看出来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树叶同样用这个颜色染哈，那我们就不加花青了，水分不要太大，把这个叶片就是我们的松针再给它染一染，染出来。好，用淡淡的墨色，把我们的清水是吧？把边角，如果它晕出来比较明显的，你就给它稍微的晕散开一点点，就 OK 了。首先是不是应该多染几遍？是的呀，它需要多染几遍，但我们这会儿肯定就不会染太多。来，下面这块我们就不点太点了，先给它染完了之后，一会儿如果干了之后有时间，我们再来。依然是用赭石色，依然用赭石。好，淡淡的赭石从上往下，给它衔接下来，就 OK 了，虽然没有干大体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干了之后再染它2遍，它会突出一些。刚刚的墨稿大家截图了吗？截图的可以在群内给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一下啊，可以分享一下。好，然后包括这块岩石也要给它染一下，用点赭石加点石青OK。好嘞，欢迎加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都会给大家直播提醒的，截图了是吧 ？OK， 好嘞。